这样是不是太蠢了？OK Fine. Let me try something. 别拿暗恋当饭吃，切，矫情。这套理论模板是一位美国的叫亚瑟·阿伦的心理学家20年前就完成的。这些题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可以让2个完全陌生的人做完这36道题之后，就会爱上对方。那您说的，就是这36道题吧？可是这些题呢，一看就太老美思维。我把它稍微做了一点调整，现在这版可以说堪称完美。我也觉得老美挺能吹的。如果真那么灵的话，那世界上还有单身狗吗？有效当然是有前提的嘛。其实这些题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当你看到这些题的时候，你就已经接受到了心理暗示，而且是对结果的直接暗示，你会爱上对方。还有一点就是，2个人愿意一起试验，至少会对对方有好感，不会排斥对方。这个我同意。其实我觉得最难的，是不是就是真正找一个愿意跟你一块做这36道题的人？所以说，我的工作才格外凸显价值。程老师，如果这些题真那么灵的话，您把它直接放在网上，这不是自断财路了呀？题目只不过是个靶子，最有价值的就是对每个回答的分析，那才是每个人内心深处最隐秘的地方。实验结果发现，有30%的人在聊完36个问题后，表示他们和一起参与实验的人的关系已经超过了人生中和其他人的任何一段。一段时间之后，有37%的实验者在上课的时候坐在了一起，而有35%的实验者在问答过后已经开始约会。还有一对实验者在6个月后结婚了，他们邀请了所有参与实验的人参加了婚礼。这怎么可能啊？开玩笑的吧？当然，也许你会问，这36道题真的有这么神奇吗？这就如同是亚瑟·阿伦博士说的，只要足够坦诚，互相分享就可以了吗？实际上，这36道题是在引导你进行深层次的自我暴露。勇敢的坦白是亲密关系发展的核心。如果你总是像一只刺猬一样守着内心，不让任何人进入到你的生活，那怎么可能会有人了解你并爱上你呢？其实我每次见到你的时候，你都是风风火火的、很快速的处理好自己的问题，让人感觉很能干。但其实我每次见到你，心里最真实的想法就是很心疼。有时候刺猬比兔子更渴望拥抱。好吧，下面就是这36个问题。第一题，你希望臣民们在哪一方面？这问题有什么意义啊？什么臣民跟谈恋爱有什么关系啊？第二，对你来说，怎样才算是完美的一天？
他的完美一天是什么样的。第三，假如可以改变你成长过程当中的任何事儿，你认为可以做哪些改变？这什么破题啊！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假如？如果真有假如的话，还能让我爸死而复生啊？第四题，假如明天早上起床后，你能获得一种超能力或特质，你希望是什么？这个还挺有意思的。试问哪个女孩不希望自己永远吃不胖呢？其实不过是36个问题而已，回答一下也不会有任何损失，不是吗？各位同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罗月，咱们行政吧新任的经理。啊，罗经理呢是刚从咱们集团比利时总部的酒店调回来的。罗经理啊，经验丰富，理念先进，而且精通法语和英文，绝对的国际性人才啊！啊，所以酒店领导相信在罗经理的带领下，咱们行政吧一定能有更好的业绩。罗经理，下面您说两句。谢谢杨经理。各位好，我叫罗月，你们也可以叫我 Lori。以后我们就是一个团队的人了。我已经花了2天的时间把行政吧的大致情况调查清楚了，做出了一份详细的排班制度。所有人等我重新分配。所有的酒水进货单和库存比我也调查过了。姑且不说前任经理的如何有多糟糕了，库存比也是非常的不合理。还有我们现在酒吧的软布置这一块，我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如果你们对我的修改方案有意见，或者不想提升自己的收入，只想混吃混喝，你们现在就可以跟人事经理提出辞职，他刚好也在这儿。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好，那以后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谢谢大家的配合。来一首浪漫的音乐。音乐听起来挺耳熟的。我觉得挺好听的。真够贴心的，连饭后助消化的都准备好了。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你亲手做的吧？对啊。怎么了？我只是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居然能够这么能干。你别小看这种家庭火锅，从锅底到调料到食物，刀工样样都是手艺。你先尝尝。嗯。小心烫啊！怎么样？
发誓，这是我从小到大吃过的最辣最好吃的火锅。我突然发现，你应该不担心将来会失业。如果哪一天你失业了，你完全可以去开一个火锅店，就这么说定了。我来投资，你当最大的股东。那当然了，我这2天把家附近所有的超市都逛遍了。你看这个鱼肉和牛肉是西边超市的最好吃，这几种呢是菜市场的最新鲜。只有这个生菜，必须去东边的进口超市买有机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我今天真得重新审视你，一个小刺猬外表下，居然有这么一颗柔软的心。我真的是没有想到你的生活居然这么有质感。其实，在欧洲的那几年，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生活，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请朋友们来温居的时候，能一起吃火锅，再加上这个思念水饺，有人气又有温度。听起来不难。你不会跟我说连这么简单的愿望都没实现过吧？对呀，我要不然就是住在学生宿舍，我要不然就是跟同事合住。终于租到一间 apartment 的时候，结果呢就被一个人渣搅黄了，派遣回国。靠，有人骂我，不新鲜吧，浩哥？您在这儿留下了多少风流债啊？打住，该干嘛干嘛去。哦，换口味来。程老师，这是你的烈焰圣地吧？什么烈焰圣地啊？哎，这36道题做完没有啊？哎，做完了。烦死我了。OK， 你坐着，我去洗碗。坐会儿，先随便聊聊天嘛，不着急。聊天？好啊，反正我今天有充裕的时间。想聊什么？你觉得对你来说最完美的一天是什么样子的？今天，美食、美酒，还有美女，绝对的完美。哎呀，你别闹了，说正经的呢。没闹，是你说随便聊聊的。OK， 那我正经一点说这句话。所谓完美的一天，应该就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情，比如今天。那你打电话之前，你会事先排练吗？就是事先排练你想要说的话，为什么？打电话？那要看我是跟谁打了。如果说是比较熟悉的人，肯定拿起电话就打，不用什么排练的。但如果说是我的商务合作伙伴，或者是我很在意的人，我一般会做功课，会列个提纲什么的。真的假的？你也太夸张了吧！我喜欢万无一失。你呢？我不会，我才不会呢！发生任何一件事情，我都是既来之则安之。一通电话而已，我更不会费心思预演了。这道题其实是性格侧写。通话前不会事先排练的人，一定是性情中人，果敢直爽，敢做敢当，骨子里刻着天生的乐天精神。而像这种会事先排演的人，多数城府较深，习惯控制局面，对自己要求更是完美。那你是哪种人啊？像我这种反应机敏、
双商逆天的人根本不屑于实现预言。给你一句忠告，像这种大灰狼吃定小白兔的局面，可不是一个好的恋爱的开端。你还记得我第一次给你打电话吗？你说送机那次啊？送行李，那次我就是做了提纲的。啊，我一直在想，我是从在飞机上跟你偶遇开始说起呢，还是直接告诉你我要给你送行李？所以我想了好几种方案。首先，我害怕你可能根本就不记得我了，或者是我会在电话里说错话。大概就是因为你是我很在意的人吧。你打电话还录音？我一开始只是我的一个工作习惯，因为我担心如果我和客户发生工作冲突的时候，这个录音它可以成为一个简单的解决问题的有效的证据。可是后来我生活当中也成为了一种习惯，如果我不录音的话，我心里就慌，我就不知。你这招用在工作上可以。但是对你自己喜欢的姑娘也录音，你这不让人觉得你是一心理变态的宅男吗？赶紧改喽！好，再说了，这问题是你打电话之前会不会列提纲？你这提议都读不懂，以后跟人徐乐沟通的时候，这不是驴唇不对马嘴吗？那程老师，你说的和我们领导说的是一样的。程老师，我怎么办？哎，别激动啊！等我看看啊。我还有一个问题。你怎么会有那么多问题？请问你是天线宝宝吗？哎呀，我就是昨天在网上看到一套特别有意思的测试题，只要回答36个问题，就能让2个人彼此迅速了解。啊，这么说你是很想了解我？你不想了解我啊？当然，我想。所以你问吧，我有问必答，绝不说谎。我觉得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如果你可以活到90岁，在生命的最后60年，你愿意保持30岁的身体呢，还是30岁的头脑呢？他一定选身体，没有哪个男人不需要30岁的身体。我选身体。我也选30岁的身体。这不新鲜啊！谁都希望在90岁的时候依旧可以过抬腿就走的人生，而不是被困在轮椅上。这道题可不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是感性和理性的选择。选择了身体的人就是感情至上，是动物的趋势性更多。那又怎么样？至少达成一致了。女人呐，迎合就是变蠢的开始。再来一杯。常老师，我就不相信有人会选择30岁的头脑。那只能说明你们境界低呗。那程老师，你看这一题，他写的是尽可能完整的告诉对方你的故事。从这儿开始才算是进入正题，已经涉及到最隐秘的内心了。其实我的情况并不复杂。在国内读完大2，我就出国了。因为学的是法语专业，所以就去了能说法语的比利时，读了酒店管理。毕业之后就开始实习工作，在欧洲混了5年，最后回到了祖国的首都。那你老家在哪儿？大海边，青岛。
那你还真的一直都挺漂泊的啊。所以就没什么归属感。漂在欧洲那几年吧，总觉得受排挤，谁让咱们是外来人呢？就逼着自己去适应。好容易回国了，哎，觉得自己吧有一个海归身份了，至少不会被排挤了。哎，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回国我就被降职了吗？因为我是海归，所以我要重新适应国内的工作理念。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挺难以置信的。后来我就突然发现我自己成了那个卡在缝里的人，我左右我都够不着，卡得死死的。我能问一下你为什么大二突然就退学，然后你要去出国呢？因为那一年，我妈刘真真女士改嫁了。在高考那一年，离大考还有最后1个月，我爸就出了交通意外。人没了，家里人怕影响我考试，他就一直骗我，说我爸出差了。我爸是那种盯着工程的人，所以出差也很正常。我当时根本就没有多想，直到我考完最后一门，我一出校门，我妈就抱着我。他就抱着我哭啊哭啊哭，他都哭得没人形了。Sorry。后来官司拖拖拉拉打了1年多，最后判定对方全责，赔了钱。我爸却再也回不来了。我连他最后一面我都没见着，他的这就完了。你这真的是我见过的人生阅历最简单的，没上过幼儿园就直接上了小学2年级，然后高中跳了1级，直接顺利的考上大学，一直在鼓捣电脑。恋爱经验一片空白，上班之后居然就在这一家公司里上班，就没跳过槽。哪样？明白了，你就是父母健在，家庭幸福。从小生活的一帆风顺，没有什么波折，糊里糊涂、4平8稳的走完了人生1/3的道路，直到现在才反应过来，想追回曾经失去的青春，为爱搏上一把，对吗？对。说说你的故事吧。和你的故事比起来，我真没有什么可说的。父母那一代移民美国，然后我在那边长大。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做商务，加上我是中国人，所以美国公司就派我在中国、美国1年各待1半的时间。唯一一点和你相像的是，我也觉得这样的生活挺漂泊的。有时候，我也想要一种安稳的生活。
那感情呢？谈过几次恋爱，时间都不长，都没有结果，所以现在继续单身。那为什么时间都不长啊？还是因为工作的性质吧，也可能我找的女孩子都不够独立，她们是希望我那种不出去工作的，天天陪着她们。你知道我为什么刚才看着你，说你准备这么多菜，我会觉得你很能干吗？我无法接受那种彼此没有空间的恋爱，这样的感情，说实话我不太会经营。我也是。所以，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身上那种独立的气质，我很喜欢。哎，醒一醒，大姐。通常人在描述自己的时候，都会是7分真实，3分美化。当碰到自己喜欢的人，保不齐就是3分真实，7分美化。拜托你听对方说话的时候，保留一点起码的判断，好不好？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啊？我说的就都是真话。你确定你没隐瞒什么吗？在比利时把一个无辜客人送进警察局，还丢了工作这种事儿，也不是什么非说不可的人生大事吧？你记着就好。我对我的生活还是挺满意的，我特别感激我现在的生活。要说在当下最感激的一件事，那一定是今天晚上这顿晚餐。我真的是很久都没有吃过这么暖心的一顿饭。谢谢。其实从小到大，我都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有一张小丧脸，说话挺刻薄的，对人也挺警惕的。虽说才活了20多年，却感觉飘了半辈子了。从国内飘到国外，从国外飘到国内，没有片刻安定的感觉。其实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这种被照顾的感觉，所以今晚我想谢谢你。这道题完成之后，还有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彼此相视，静默3分钟。这一刻，不要有任何杂念，就是认真的盯住对方，认真感受一下对方传递出来的气息。
你也该吃点饭了。之前2个星期的培训也差不多了，我帮你制定了一套方案，3天之后开始执行。你准备好吧？手怎么那么凉啊？因为要跟你分开了，我的心都是凉的。你这次要去哪里啊？深圳。去多久啊？1天，开完会马上就赶回来。啊。等会儿你把车开回去啊，我不在的时候你就拿它代步。哎，不带这样的啊！租你朋友的房子，开你的车，我会有种被包养的感觉的。别说那么难听啊！哎，如果我养你，你愿意吗？不愿意，我很贵的。哦，所以啊，这车又不是送给你的，只是借你开；房子也不是给你的，只是借你住。那2个人在一起分什么你我呀？你看我在北京，我可以开车接你送你；那我从外地开会回来，你也可以开车去接我呀。还有，我不希望你跟他们一样去挤那种公共交通工具去上班，挺好，好不好？我开车技术很差的。没问题，全险，车随便，人没事啊不，人和脸都没事就行。男人啊，说的再好听，还是看脸。哼。女人也一样。那你是喜欢我的脸，还是喜欢我的气质？都喜欢。完美吗？非常完美。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你放心吧，你走了我是不会想你的。OK， 你不想我，我想你。对，我已经到你楼下了。我之前已经查过了，每个月末的财务结算日，徐乐都会来加班。这个时间应该差不多结束了。今天正好是周日，大厦里人也不多。哎，我让你准备的都准备好了。行，那就按计划行事，不用看了，一会儿把垃圾袋妥在电话上头。好。我说姑娘，多吃点巧克力。我什么时候欠你钱了呀？2个人在密闭空间的独处，是留下第一印象最重要的时期。对不起，主动问姑娘去几层？请问您到第几层？不要，谢谢。帮姑娘按下电梯楼层，这是你今天要做的唯一一件事。不要设法去撑腰让你，正视前方，就站在姑娘前面，这样才会让你的决定安全。千万不要说话，全靠外在。一身得体的西装，若有似无的香水味儿才会加分。其他动作都不要做，尤其不要看手机，否则人家会觉得你2分钟的时间都不能消停。帮姑娘挡住电梯门，
让姑娘先走，表情要自然，动作要流畅，每一个细节都将决定你接下来的成败。亲，谢谢。准备好啊！干嘛呀？对不起，您的车胎坏了。啊？您看。哟，谢谢啊，我这完全没注意，这要是开出去，可就麻烦了。没关系，车上有备胎吗？我不知道啊，我也没换过车胎啊。别着急，有我呢。哎，咱们刚才在电梯里见过是吧？对，我也在这栋大楼里工作呢。谢谢啊。我告诉你啊，首先，放千斤顶的位置非常重要，这要记住。其次，不管你干什么，姿势也很重要。您这倒好，又是打靶，又是蹲坑，又是下跪子，再把人女孩吓着。跟张老师好好学学。你看着啊，首先，别是双腿，记住了，一定要单膝下跪，懂不懂？然后呢，这个左手很自然地扶在车门上面。那双眼神之间都闪一些也有珊瑚的气息，边说的边回忆，火花素简的默剧。Darling, you are my destiny。怎会因为快乐而哭泣？也会太过幸福